我妹出生前我是家里的骄子，我妹出生后我是家里的骄子。我爸对我妹唯唯诺诺，然后对我就重拳出击。惨状一直持续到了高考那年。成绩出来之前，我跟家人商量去清华还是北大；成绩出来之后，家人商量我该复读还是火化。选学校那几天，指南都泛滥了。为了稳妥起见，我选了所偏远大学。很久以后，我才告诉我爸，原来我的分数可以去一所更好的大学。我爸当时就给我来一顿狠的。当时选专业的时候，我果断选择了计算机。天才黑客横空出世，无数前辈瑟瑟发抖。结果万万没想到，这个专业竟然是修电脑。说好的傲视群雄呢？计算机硬件你怎么不早点说？搞得我整个大学都浑浑噩噩的。后来我妹高考了，为了不让她重蹈覆辙，我做了无数功课。万万没想到有个软件叫求学宝，居然可以卡分数进学校，还可以选定学校区域，最重要是可以根据性格辅助学生选专业。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早点上线？要是早点上线，我至于现在成这个样子吗？所以说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赶紧去下载啊！进去之后还有298的专属福利可以领。以前特别喜欢写日记，不管发生啥都往日记里写，每次写完就藏抽屉里，还以为爸妈不知道。直到有一次我把自己数学考60多分写到日记里，结果第二天就莫名挨了顿打。后来又把弄坏家里电视机的事情写到日记里，当天晚上连饭都没有得吃，还要我给电视机守夜。终于意识到爸妈肯定偷看我的日记了。但好在恼羞成怒的我很快就冷静了下来，硬碰不是办法，既然他们那么喜欢看，就让他们看个够。是我开始在日记里胡编乱造，什么好人好事、感恩父母、伟大梦想，通通安排上。之后我的零花钱就从1毛涨到了5毛。每当自己考试不及格的时候，就写自己努力学习却得不到想要的结果，对不起父母，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。当天晚上本来应该挨一顿毒打的我，吃晚饭的时候爸妈使劲给我夹菜，还对我说失败是成功他妈，我已经够努力了，下次肯定能取得好成绩的。而我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就会在日记里写同学都有，但是我知道爸爸妈妈很辛苦，我不能成为他们的负担。第二天爸妈就会主动给我买回来了。久而久之，这本日记简直成了我的愿望清单。写啥有啥，渐渐的我开始膨胀了。有次请了几天假，每天准点出去玩，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写自己今天又学了好多知识。但是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，这天出门后，班主任居然来我家，问我爸为什么我最近没来上课，而且为什么不接他的电话。我爸一脸震惊的说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。结果老师就当着我爸的面打给了他，我爸来电显示了4个大字：诈骗电话。下午回来的时候，我爸面色阴沉，问我今天学到了什么。我顿时虎躯一震，不过脸上还是镇定自若，随便编了几个故事，我就赶紧回到了房间，打开日记本，发现里面写着几个大字：出来挨打。那天晚上我差点被我爸打断了脚，骗你们的啦，手脚都断了。8岁那年暑假，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，我和二哥正在他家玩的高兴，结果二婶突然拿了一张50给二哥，让他去买盐。二哥见到钱就两眼发光，并保证自己一定完成任务。结果刚到了小卖店，就把买盐的事情忘了一干二净。如果不是我提醒他，差点连旺旺碎冰冰都忘记买了。吃了几包辣条和冰棍后，和二哥就大摇大摆的回到了他家院子。当二婶问到盐买了没有，我们才想起来我们是去买盐的。但好在二哥他及时反应了过来，擦了擦嘴角的油，就轻描淡写的对他妈说盐卖完了。接着二婶就让二哥把钱交出来，二哥拿出剩下的42块钱递了过去，然后面不改色的说他在路上不小心丢了8块钱。看看这个临场反应，不愧是我二哥。这时候我才明白我和二哥差的不止那么一点，但是没想到这么天衣无缝的骗局竟然被二婶一眼看穿，顺手拿起墙边的扫把就要开揍。二哥也是硬气令人刮目相看，屁股都被打成2半了，还边哭边说绝对丢了8块，骗人死全家。当天二哥的哭声持续到了晚上，山村的夜晚很美，无数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在天上汇成美丽的星河。如果不是路过的邻居苦苦相劝，二哥可能已经变成夜空中最亮的星了。这顿毒打让二哥在家里休养了几天都没出门，闲得无聊就往山上跑。结果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，竟然让我找到了一本武林秘籍。我马不停蹄的去找二哥，二哥仔细阅读了那本叫《葵花宝典》的武林秘籍后，腾的一下就从床上跳了下来，然后仰天大笑3声，真的就是天助我也！有了这个武功，我一定能够报仇。有段时间我爷爷身体不好，家里人就让他去练练太极锻炼身体。开始他还不愿意，后来他越练越上瘾，没事就打太极，终于他膨胀了，觉得自己太极练得炉火纯青，开始去小区找老头打架了。问题他从来不找50、60的打，单挑7老80中过风的打，所以从来没输过，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东山再起老男人的称号，号称无一败绩。他是牛逼了，我可惨了，隔3差5就要去给别人家道歉。有这么个爷爷，我估计要给半个小区的人当孙子。越想越气，我决定挫挫他的锐气。想起以前 C 罗打扮成路人去踢球，我就买了顶白色假发和胡子，戴上墨镜去装老头，故意出现在我爷爷经常去的公园。等他一来，我就左手画圈，右脚画方，俨然一副抽风派的武林高手。果然我爷爷见到我之后立马来找我单挑，结果不用想，我几个回合就放倒了我爷爷，还警告他以后不要没事找别人麻烦。
班。我爷爷当时答应了我，还问我叫什么名字。我想了想说就叫我爷咩爹。结果从那以后，我爷爷没事就去打听我们小区有没有一个叫爷咩爹的人，就连吃饭睡觉都在爷咩爹爷咩爹的叫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老伴呢。看着爷爷走火入魔的样子，我觉得要是再这么下去，他估计连饭都不吃了。看来还是得让他赢了才能甘心。于是我又扮成老头出现在公园，爷爷见到后连忙过来要和我过2招，说他已经领悟了新的境界。结果上来直接偷桃，竟然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要不是我连仙桃都偷过，可能单就这一招我就败北了。小时候我和二哥去山上采蘑菇，我俩边走边吹牛。他说他做过航空母舰，飞得老高了。我说我做过火线引线，还是我自己点的。正吹着呢，突然一阵清脆的响声传入我的耳朵，好像踩到了什么。我低头一看，一个圆圆的东西被我踩到脚下。听说这边以前打过仗，这片山也很少有人来，可能怕是以前埋的地雷。这一刻我感觉自己死定了，2毫猫尿不争气的流了下来。我赶紧叫二哥去喊人，结果他瞬间豪气冲天，嚣张的说：“不就是地雷吗？怕个锤子啊！”我气得一巴掌拍在了他头上，他迅速后退，清脆的声音再次传出。二哥踩到了另一个地雷，这种地雷都是一挪开脚就会引爆，所以我们都待在原地不敢动。踩中地雷的二哥被吓得上面和下面的眼泪一起流了出来，刚才嚣张的样子完全不见了，一边在喊妈妈，一边问怎么办。好家伙，他哭完没多久就开始打瞌睡了。我立马抽了他一巴掌，我跟你讲，你别睡哦，你脚要是一松我们就死定了。但是夏天的午后实在是太催眠了，慢慢的我们都开始打瞌睡了。为了提起精神来，我们不停的互相抽对方巴掌，最后天都黑了，四周阴森的环境让我们心惊胆战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村里的人打着火把找到了我们。当时我跟二哥的脸已经肿得跟猪头一样了，我爸小心翼翼的把我脚下地雷旁边的土给挖开，结果看见了一行醒目的文字：不锈钢饭盒。二哥看到后又嚣张起来了，我就说嘛，不可能是地雷，就算他是又能怎么样？然后他就炸了。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渣男？我大学的时候遇到过一个，有女朋友的时候还和其他女生聊骚，一旦分手就戏精上身，在朋友圈里面说你很好，我不配，请不要为我掉眼泪。我一头就去骗其他的女孩子，本来我就想做个吃瓜群众，但没想到我也遇到了渣男。对，你没听错，我一个男的也被渣了。那时候我在玩三国策略手游率土之滨，我在同盟担任指挥官，负责派兵打仗。我主城旁边有个叫阿志的盟友，平时他总是祝哥的叫我老亲切了。突然有一天，阿志跟我诉苦说他被别的玩家欺负了，我就说我要帮他讨回公道。没多久，他在同盟里发了一篇1000字文言文，说人话就是别人抢到他地盘，叫兄弟们帮他报仇。事后我才知道，原来是阿志2人先告状，仗着自己有人帮忙去欺负别人。还有一次，我安排了500万骑兵，想趁大雾偷袭赤壁，谁知道阿志给扬州告了密，扬州早就派了300万工兵埋伏我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被盟主踢出了同盟，阿志就趁机上位，第一次被渣男陷害，一个大男人是哭得梨花带雨的。那之后，阿志又发了一篇文言文，用人话说就是你很好，但是我更好，请不要为自己的智商流眼泪。你们有没有不小心吞过泡泡糖？从小我二舅就告诉我，泡泡糖不能吃下去，要是不小心吞下去的话，会把肚子里的5腑6脏都粘起来，人就会嗝屁。当时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，他说他当初就是这么走的。虽然很吓人，但是还是阻挡不了我对泡泡糖的热爱。每天拿了零花钱都会跑去小卖部买几颗，毕竟又好吃还耐嚼的。那天我一次性塞了3颗泡泡糖在嘴里，那种被塞满的感觉真的是无以复加。我一脸满足的跑去找二哥和小伙伴们玩，在玩耍的过程中，二哥不小心一巴掌拍在我的背上，当时我正在用舌头把泡泡糖搓圆，被他这一巴掌直接吓到了，下意识咽了一口口水，结果我泡泡糖顺带着咽了下去。想起我舅说过的话，我急得在地上打滚，但泡泡糖就这么卡在了我的喉咙里，搞得我呼吸都有点困难去。因为呼吸不顺畅，我憋得满脸通红，在地上滚得更加疯狂了，就像是回光返照了一样。小伙伴们见到之后吓得不轻，特别是二哥，以为自己一巴掌把我打成了这样，直接跪在地上给我磕头，还不停抽自己巴掌，说让我死了以后不要去找他。好在有同学去找老师了，老师抱着我急匆匆的冲进校医室，那几个小伙伴也跟了过来。经过校医的一番操作，我把泡泡糖吐了出来，人也终于恢复了正常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这件事情被旁观的小伙伴们添油加醋。回到学校之后，同学们都在说，二哥的如来神掌把我修炼的内丹都打出来了。